那在爬山里面呢，有一件最讨厌的事情呢，就是穿跟脱，穿跟脱。这个就表示说我们在衣服的选择上面是不对劲的了。我发现羊毛衣真的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它可以恒温，保留你身上原本的体温，不会让你在冷热的环境之中，就是感觉到冷热的差异这么大。但羊毛的话，它本身有一个机能，就是可以抑菌。那如果有抑菌的话，进而可以达到就是一个抗臭的效果。我的那个发型师，他马上一看到这个说：“我跟你讲，这双袜子超好穿的。”他就说他爬那个嘉明湖4天就穿这一双，然后他说他的脚都不会臭。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在疫情这3年多来呢，我每周持续的就是做爬山。那在爬山里面呢，有一件最讨厌的事情呢，就是穿跟脱，穿跟脱。有时候上山的时候呢，你会穿，但是爬一爬累了以后呢，你又会流汗，就会脱。那所以这个就表示说，我们在衣服的选择上面是不对劲的了。那特别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第一层的这一层内层的衣服。但是自从呢，我的朋友介绍我买羊毛衣之后呢，我发现羊毛衣真的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像因为上个礼拜呢，我去爬大屯山的时候，就如果有人常去爬阳明山的话，就会知道，就是说下面其实天气再好啊，你上了大屯山呢，它好像就会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它的山岚跟雾气，而且它风又很大。所以呢，我那天呢，我就真的只是穿着这一件羊毛衣，然后再加上一个毛已经不会蓬的这个羽绒衣了。我本来想要当它是最后一次的旅程，然后我的朋友呢，他是穿了3件衣服，然后再加了一个外套。我全程就是只有穿这样子，跟他对比下来呢，哇，我就觉得说这个羊毛衣的恒温效果非常的不错。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来请到一位登山的好朋友 Iris 来跟大家分享羊毛衣到底有什么好处。欢迎 Iris。Hello， 我是 Iris。Iris，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羊毛衣它的恒温效果可以这么好啊？羊毛衣的材质跟一般的一个聚酯纤维的材质的衣服差异最大就是，聚酯纤维的材质虽然它排汗的一个效果非常好，但是因为在山上的环境是冷热一直在交替，对，没错。所以如果在一般聚酯纤维的衣服上，它可能会因为排汗太快速了，然后突然会让穿的人觉得很冷。没有办法保留到原本的体温，这样。那羊毛就具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它可以恒温，保留你身上原本的体温，不会让你在冷热的环境之中，就是感觉到冷热的差异这么大。而且我好像听说那种聚酯纤维，它在排汗的时候，它是靠我们自己的体温去排湿，对不对？算是，而且它在排湿的时候还会带一点凉感的感觉，对，所以反而让你的身体会觉得更冷这样子。对，在穿这个羊毛衣真的是让我觉得蛮惊讶的一件事情是，你摸这个质感，这根本不像一般的羊毛嘛。是，对，我觉得我对羊毛的印象就是这种粗粗的，就是冬天在穿的质感。是，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现在羊毛衣的技术这么进步，到这么薄都可以穿，特别是你今天带了这个内衣啊，我以为它是棉质的衣服不是。那我们现在桌上这2件的话，它都是100% 的一个美利诺羊毛。哇，对，100% 的羊毛，对，可以做成这个样子。是，那它为什么可以做成就是手感这么柔软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它用了一个特殊的技术，让它的一个材质摸起来是很舒服的。对，那因为其实市面上有非常多现在可以做到100%的一个羊毛材质的衣服这样子，可是选择的时候更应该要自己亲身去可能试穿或者是试摸看看。应该有很多种不同的羊毛吧？但是为什么美利诺好像现在特别有名？美利诺羊毛的话，因为它是用比较高品质、高严格的一个环境去饲养，所以它们生长出来的羊毛的部分的话，触感会非常的柔软。所以就是本身因为它的饲养方式，所以让它的毛是比较软的。是。然后再加上你说现在其实有一些技术已经可以让羊毛不是只是粗粗的，对，然后可以变成这个样子。是。我那天在摸那个内衣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怎么那么像
蚕丝的哦，对，它摸起来像有加天丝的手感。对啊，就是完全颠覆了这样子羊毛的想象。对，而且羊毛好像不只是恒温，它还有很多像是说除臭的功能。对，恒温之外，它还可以就是抑菌。因为我们为什么在流汗的时候容易会有可能臭味产生，就是因为流汗的时候会产生细菌。但羊毛的话，它本身有一个机能就是可以抑菌。那如果有抑菌的话，进而可以达到就是一个抗臭的效果。我们刚刚在把这个袜子摆出来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发型师，因为他也是超爱爬山，而且他都是爬好几天那种爬大山的，他马上一看到这个说：“我跟你讲，这双袜子超好穿的，因为他都买这一个。”然后他就说他爬那个嘉明湖4天就穿这一双，然后他说他的脚都不会臭。哇。那除此之外，我们像长袖的一个羊毛衣的话，它也有防晒的功能。除了恒温这件事情是让我想要买羊毛衣试试看的原因之外呢，另外一个真的就是防晒。因为我觉得在夏天啊，通常当然大家都会穿短袖嘛，但是因为天气这样不太稳定，所以我其实都还会穿一个外套。但是那个外套有时候就太热。但是如果说一件羊毛衣不是那么热，但是连夏天都说还可以穿，还可以防晒的话，我觉得真的太值得去试试看。那其实羊毛的话，它其实是有分磅数的。对。那像我今天带的这2件的话，它的磅数大概是落在140G 到190G。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爬山的山友，如果在春夏这个季节稍微比较热的，或是你要去的海拔是没有这么高的地方的话，可以选择200G 以下的羊毛就够穿了。对。那如果是说本身比较怕冷，或是要再去海拔更高、温差更大的地方的话，我就会建议要选择到200G 以上的一个磅数。那它的羊毛有的是单层、双层，它的会因为磅数不同，然后保暖性也会不同，这样。所以它最低的磅数就是140磅。每一间厂商做的不太一样，山友们可以依照自己的一个需求去做选择。像我这个选择的就是140磅，我觉得在春天的时候穿其实都还蛮好的。对。然后我现在非常期待夏天的时候我还能不能穿得住它。我的朋友说我绝对穿不住。你可以试试看。那一般来说，就是很多山友、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就是羊毛是只有秋天或是冬天才能穿的衣服，但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啦。所以你有这个经验是不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羊毛的正确的一个穿法的话，它是1年4季都可以穿的，连在台湾这种天气也可以，可以，不一定要爬大山。对，没错。超期待。对，因为台湾人很容易流汗，那流汗又会怕有味道，就是体味发生的。对，所以你可以只要不要选到这么厚的、那么重的磅数的话，其实140G 左右的磅数，春夏天都还是穿得住的。羊毛其实在比例上面，好像每一家也都会有点不太一样。对，像是以袜子来讲好了，这双袜子它的那个美利诺羊毛的成分大概是落在71% 至74% 左右。对。那为什么它没有像上衣一样，就是可以做到100%？是因为它是穿在脚上。那脚上的话是在我们运动的时候是比较磨损用到的。对，没错。那因为羊毛它本身的特性就是，第一个是它相对比人造的纤维还要磨损的程度比较高一点，它的成本也会比较贵一点。对。那它穿在袜子上、穿在脚上的话，因为很常在运动、在磨损，所以如果用到100%的一个羊毛的话，第一个会磨损的非常严重，你可能穿个几次，你可能真的是爬一次嘉明湖，那个磨损跟起毛球的一个程度就很明显，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如果要穿到这么高比例的话，因为脚常常在动，而且脚也是我们很容易流汗的一个部位之一，对，所以你会感觉到非常的热。那这样子反而这一双羊毛袜对你来说造成的就是困扰跟负担，踩在风火轮上面。对。所以通常这样子的一个袜子上，它除了是基本的羊毛的一个抑菌抗臭的效果之外，还会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像人造纤维、尼龙啦，或是莱卡纤维，保持它的弹性啊，跟增加比较耐磨的一个程度。那到底要多少比例的羊毛，它才会真的发挥到我们说的抑臭啊，还有恒温这样子的效果？像例如说，我刚刚看到这一双，我们这边有一个标签，就是每一个羊毛好像它上面都会有一些标签，像这个它的羊毛就是19%，然后还有其他像聚酯纤维啊、棉啊、
尼龙啊，或弹性纤维，就是说它到底要多少趴，它才会有这种不会臭的这个功能？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羊毛基本上都有抑菌抗虫的效果，所以它并不会因为趴数，并不会。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再去郊山，已经过夜到3、4个晚上的爬山的行程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建议羊毛的成分要调高一点，对，因为你是可能2个晚上或是3个晚上不洗袜子，对，所以你必须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山上取水也不易嘛。有一些品牌的羊毛衣颜色少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要染羊毛不太容易，是因为羊毛它那个油脂啊，会让染料很难上去，所以它就变成是说，如果要有很多颜色的话呢，它就必须要添加其他不同的纤维进去，它才会比较好染。对，但是相对这样子，羊毛的一个成分就降低了。对，那就是要看要有所取舍，看你想要的是什么，看需求是什么了。是。虽然我现在摸起来，我觉得它的触感很好，但是老实说，我在第一次穿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渣渣的。哦，是吗？一开始的时候穿，但是可能我穿第2次的时候就好了。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身体习惯了，但是当我洗过1次了以后呢，就再也没有这种渣渣的感觉了。是，对，所以是不是说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这样子的感受呢？因为本身羊毛的触感它就是稍微比较粗糙一点点，对，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如果山友或是朋友们想要购买羊毛衣的话，可以到门市、到现场去挑挑看，对，套套看，然后感觉一下自己的皮肤跟羊毛衣服接触的那种感觉，再去做选择。对，我觉得还是要试穿蛮重要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体会就是说，我知道羊毛衣是绝对不可以用热水洗，然后也不可以烘，因为会缩水嘛。我常常拿到很多的衣服都是缩水了以后给我的，因为我的妹妹们都很高，所以他们缩水了以后的衣服都给我，所以我在第一次洗这个羊毛衣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小心，就是说我是用冷水洗，然后当然我也没有去烘，但是我还是会有一点点发现说它是还是会变小一些些，所以是不是说不管我是不是用热水或者是我用烘的，其实羊毛衣它在洗过之后，它还是会有一点缩呢？应该是说本身的材质的关系，它根本没有弹性。真的吗？对，它根本没有弹性，但是因为它的织法的关系跟它的一个特殊技术的关系，所以每一件羊毛衣在你下水过后，你会觉得它好像略大略小，好像那个尺寸有调整过的感觉，所以它也会有大的感觉，它会有一些弹性上的一个调整，就对，但是它其实是没有弹性的。对，如果可以的话，是用手洗会比较好一点。还是用洗衣机洗的，所以可能会造成就是你会觉得，怎么好像尺寸有点变小一点？是因为机洗的话，对衣物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一点的。羊毛衣其实大家还是会有提到，就是说像这种如果说耗损比较多的话，它就会起这种毛球嘛。是。那这种如果说碰到这种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就像我们这种衣服，它也会容易起毛球吗？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说，你在平日的一个保养跟平日的一个洗涤衣物的方式，要从这些去做起。保养是什么？怎么帮这些衣服做保养？保养的话，就像是我们平常在使用完之后的洗涤。今天有带一罐，就是在这里我自己都会使用的一个类似的手洗巾。那它品牌的话就是不限定，那只要是手洗巾，对，手洗巾，因为它通常会标榜它可能是中性的一个洗洁剂，或者是专门洗高级衣物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洗巾，这样子。通常我会把就是使用过的衣服还是袜子，会先加入手洗巾，用冷水浸泡大概10至15分钟。要先泡一下。对，浸泡完之后再直接手洗起来这样子。那手洗起来之后，我们绝对不要烘。对，我知道不会烘。对，也不要拿去洗衣机特别脱水。洗的时候跟晒的时候都要记得这样尽量是反面洗，反面晒。你说衣服也要翻到反面洗？对，不管是在使用还是在清洁的时候，最容易磨损的都是可能是表面。对，然后或者是你比较常接触到的一个地方，例如
背包的肩带啦，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反面型、反面晒会是最保护衣物的一个方式。今天呢也非常谢谢 Iris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我这个羊毛衣真的颠覆我的想象，这个摸起来的触感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曾经看过有一本书，它就是说你流对汗了吗？它里面就是写到说，如果你短时间反复冷热的话，那个反而呢会让你的自律神经啊，还有就是荷尔蒙上面都会有一些失衡的状况，然后也很容易像是什么头痛啊、肩膀酸痛啊，甚至是呕吐、食欲不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就是说，像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说，你爬的时候呢，不要让自己觉得好像太热，就是一直流汗，因为你流汗的话，你可能就会想要脱衣服嘛。但是停下来的时候呢，它又能够帮自己维持一个温度，不会太冷。这其实就是最好的这个爬山的衣着了。对，所以呢，当然我今天我试过了这个羊毛衣，在春天，我现在非常期待在夏天的时候，羊毛衣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Iris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羊毛衣的好处，谢谢 Iris， 谢谢 Amber。